学们好，这节课我们将讲述抽油机旋点载荷一节。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油感抽油系统的运行。上行时，抽油杆带着竹塞上行，油动阀关闭。竹塞上部叶面随竹塞一起向上运行，若叶面到井口，则井口排液。下行时，抽油杆和竹塞运动方向向下，此时油动阀开启，固定阀关闭。液体全部作用于固定阀上，此时油管内叶面恒定，竹塞在抽油杆的作用下下潜位移 S， 竹塞上部增加抽油杆运行位移 S 排开的液量。因此计算旋点载荷，首先应搞清楚液体载荷作用于抽油杆还是油管，明确净载荷分布。其次，明确抽油杆和竹塞上行下行的运动规律，以便计算抽油杆液体具有的惯性载荷、摩擦载荷等动载荷。同学们请回忆一下第二节抽油机旋点运动规律。假设抽油杆为钢体时，抽油杆和竹塞的运动规律是不是抽油机旋点运动规律相同？若曲柄半径与连杆之比小于1/4，这可将抽油机旋点运动简化为油梁末端的曲柄滑块机构和油梁的杠杆机构，其位移公式为曲柄半径和旋转角度西塔的关系时，将位移对时间求导，则可获得速度的关系时，加速度的公式同样可得。这是美国石油学会将油感抽油系统抽象为电模拟系统，由多个单元体组成，每个单元体由弹簧、质量、阻尼器组成。其中弹簧用于模拟抽油杆的振动特性，集中质量模拟抽油杆的进展，阻尼器模拟作用于抽油杆的模阻。因此，抽油机旋点载荷可以分为3类。当冲刺接近于0，抽油杆和竹塞运动极慢，其速度近似为0，即为静载荷，与运动无关。在上下行程中保持不变的力，主要包括抽油杆和液体的重量，但上行程有液体载荷，下行程则无液体载荷。第二类为动载荷，与运动速度有关。抽油杆的速度是怎样变化的？同学们回忆一下，上行程前半程是不是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后半程为加速度增加的减速运动。因此动载荷是不是应与加速度相关的惯性载荷？另外，抽油杆本身为一弹性体，由于液体载荷按冲刺 N 作用于抽油杆上，且一个周期内抽油杆的运动速度非定值，都会有起抽油杆的弹性振动。因此旋点载荷包括振动载荷。第3类为摩擦载荷，例如抽油泵的竹塞和泵筒的摩擦。当抽油杆不居中时，与油管接触时也会产生摩擦，但在直径吸油时，油管抽油系统的摩擦力和振动载荷都较小，可以忽略。下面分抽油机上行程和下行程，分别讨论抽油机旋点载荷。抽油机上行时，油动阀关闭，液体随竹塞一起向上运动，即旋点处的静载荷因为抽油杆的重量和液体的重量。抽油杆的重力为图中红色杆柱表征，为抽油杆的截面积乘以抽油杆的长度及抽油杆钢材的体积，再乘以钢的密度，即可得抽油杆的质量。最后与重力加速度相乘，即可得抽油杆柱的重量。液体重量则为图中黄色，因为竹塞的面积扣除抽油杆的面积，再乘以抽油杆的长度，即为环形液柱的体积，再与密度和重力加速度相乘，即得液柱重量。将两者加起来，即为上行程旋点处
静载荷。请观察一下，抽油杆重量和液体的重量都出现了抽油杆的体积一项，因此进行合并同类项处理。此时第一项是什么呢？ AR 乘以 LP 为抽油杆的体积，再乘以缸和液体的密度，也就是抽油杆在空气中的质量减去排开液体的质量，是不是抽油杆扣除浮力后的液体中的重量？用 WR1 撇表示。第二项为竹塞上部全部是液体的质量，比实际液体多了抽油杆体积的质量，用 WL1 撇表示。下面介绍上行程的动载荷。首先回顾一下旋点上行的运动规律，这是按照曲柄滑块机构计算的旋点运动规律，上行为0到180度，根据加速度为0时对应的角度72度，分为两部分，0到72度加速度为正，与速度方向相同，惯性力向下增大旋点载荷；72到180度加速度为负，与速度方向相反，惯性力向上减少旋点载荷。上行过程中加速度大小一直在变化，方向也一直在变化，取得最大载荷作为抽油杆处最大危险点进行计算。旋点按曲柄滑块机构简化时，最大加速度发生在0度，最大加速度为2/s 欧米伽平方乘以1加 r/L， 则抽油杆的惯性载荷为抽油杆的质量乘以加速度，将加速度公式代入整理得 WR 乘以 SN 平方除以1790乘以1加 r/L。 同理，液体的管型载荷也可以得到，其中 zeta 为液体在泵筒内和油管的加速度修正系数。上行程的动载荷还包括振动载荷，由于直径稀有条件，振动载荷和摩擦载荷被忽略，则上行程载荷就包括静载荷和惯性载荷两项。下面介绍下行程时载荷。下行程时，油动阀打开，竹塞上下流体连通，固定阀关闭，液体作用于油管上，旋点上液体载荷为0，与上行程相同。下行程的静载荷为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量。下行程最大加速度发生在180度，其对应的惯性载荷为抽油杆产生的惯性载荷。前面分别论述了抽油杆上行和下行的旋点载荷计算方法，但影响抽油杆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为旋点最大载荷和最小载荷。先回顾一下在介绍上行和下行载荷时假设条件，是不是直径和稀有，忽略了摩擦力和振动载荷。由于液体密度较刚才小得多，液体总质量较小，其惯性载荷可忽略，则最大载荷发生在上行程，主要包括静载荷、抽油杆的惯性载荷。静载荷又包括抽油杆在液体中的重量和与竹塞截面积对应的液体的重量 WL1 最小载荷发生在下行程，包括静载荷和惯性载荷。注意，下行程无液体载荷。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抽油机旋点载荷的计算方法，教材上还讲述了 API 计算旋点最大载荷、最小载荷的方法，请大家自学。